Hello，大家好，我是子耀。Hello，大家好，我是道言。对，欢迎来到我们道源观觉的直播间。我今天又是以主持人的身份来跟道源老师互动。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啊，道源老师其实是我们术数的百科全书，不仅仅是了解这个通晓各家门派的术数，而且也是这个王传山先生的这个嫡传的这个后人，也是我们的家学之后。对，所以道源老师这么辉煌的这个历史背景呢，我就不赘述了。那今天呢，我们的粉丝直播啊也是有福利的，因为我们会随机去抽取我们的这个直播的观看的这个用户，那他们会把自己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官方的 WhatsApp， 然后我们再从 WhatsApp 里面抽取我们的幸运观众进行一个粉丝问题的解答。好，道源老师，我们也跟大家科普一下，到底我们今天的主题数字能量有什么特别之处，好吗？其实我们这一生是离不开数字的。对，就比如说你出生那一刻，你有一个生日，然后你到了一定的年龄的时候，你要读书，对，然后你步入这个到了18岁以后，你成年，对，到20几岁、30几岁，你可能要成家立业。其实实际上我们这一生是没办法离得开数字的。对，然后从河出土、落出书开始，其实我们都是在这个数字之中。所以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叫做变数。就数字的数嘛，变数，数字的数。然后我们也在道家里面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所以呢，其实实际上我们人这一生是很难脱离得了数字的。既然脱离不了它，那么其实数字对我们人的生活，就是有很大的这种影响。没错，那我们就去研究它。对，然后我们就去研究它。比如说大家有一点点易经的这个公理的哈，比如说我们八卦。对，因为都看过您的这个超能力学院的表现嘛，所以一定有这个积累的，常识的积累的。比如说我们来现在讲讲八卦，对吧？就是一坎，在中间这里是吧？对，一坎嘛。二坤，三正四序，五中宫，六乾，七兑，八艮，九离门。所以你看，我们就把那个八卦，然后在我们的手上就完成了它的它的九宫的轮转。没错。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它就是数字？六乾就在这里，对吧？七兑就在这里，是不是？然后的话，这个八艮就在东北。其实它也是我们就是如果你研究九星飞符，研究那个学宫风水，其实它也是这个数字的流转，九星飞星的，的这个，对，这个九宫飞星的那一个飞法，对，然后它就是数字，所以数字其实完全的影响着我们的人的这一生，对，所以由此产生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新的这种学科，叫做数字能量，也就是说，通常来讲就是我们现在用最多的就是手机啦，对，就是电话号码啦，手机号码，老师好，先生好，晚上好，大家晚上好，你们好，我看到了，感谢大家支持，感谢大家来我们直播间，我看到了评论的哈，对，就是由此衍生出来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数字能量这一个专门针对于现在我们用的最多的就是手机啦，对，因为手机大家都是通过手机来接收这个信息的，没错，对吧？好消息是从这个手机给你的，没错，坏消息也是这个手机给你的，是，所以它的磁场就时时刻刻影响着我们，因为我们可能现在的工作生活是没办法离得开手机的，因为它是一个信号，如果好的电话号码，好的磁场，它接收的是好的信号，如果是一个坏的电话号码，它接收的就是坏的磁场和坏的信号，没错，由此决定着你的命运，所以数字能量也决定着你的，其实祸福吉凶。我突然想起，就是说道源老师之前给我分享的一个小故事，就是比方说我们拿2个苹果是吧？对，苹果的故事就是一个贴好的号码，一个贴不好的号码，它就结果不一样。这里能不能跟我们直播间的观众也讲一讲这个苹果的故事？对，其实我今天我们在录节目的时候，我跟子耀有分享过，其实实际上数字它是有能量的，那么能量它分好坏，因为它有阴阳嘛。对，好的能量它可以带来什么样的这种结果，坏的能量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是的。举例，好的数字磁场它不单只针对于人，
的运程，对它还针对于物。所以我们原来我们听过就是水知道答案，那个秘密，对，就是说我们写我恨你，然后那个水就变质了。写我爱你，那个水它就没办法，它就不会变质，叫水知道答案。那实际上呢，用我们的数字磁场在里面去做的一些这个实验，就是2个同样从一棵树上摘下来了个苹果，新鲜的，刚刚摘下来的，在上面写上一组吉利的数字号码，比如说呢，什么吉利？比如说413啦，413然后呢这个168啦，168，或者是268啦，268，或者是258啦，这是吉利的数字，没错。那么在另外一个苹果上面写一组凶数字，比如说什么是凶的数字呢？比如说981啦，981， 211啦，211，对，然后呢696啦，696。那这些数字分别代表什么意思？一个是代表天一生气另外一个代表绝命祸害。它有绝命的磁场或者有祸害的这种磁场。凶星。所以这2个苹果同时放在那里1个星期。那么这一个被祝福的，有了好的数字磁场的这个苹果，它依然很新鲜。没错。但那一个写满了，就是绝命祸害的凶星的这个苹果，它就烂掉了。这是数字能量的影响。对，放在同样的一个台子上面，同样的环境，然后一个苹果完好无损，一个苹果已经烂掉了。没错，这就是数字。是。大元老师有一个用户我看他直播间在问，他说为什么258是吉利数字呢？28它是生气，28是生气。对，258呢加强这个生气。就加强了生气的能量。对。所以28嘛，28是生气嘛。你看我们的2在哪里？2在坤宫。坤宫五行属什么？坤宫五行属什么？土啊。属土。土。那8呢？8是艮宫吧？对，也属土吧？属土。所以他们是比肩的关系。就是那个5还加强了这个比肩的关系。对，你258嘛。对，让它更有生命力。对，258。对，所以这个数字它就比较吉利。对，所以我觉得道元老师讲的数字能量其实很通俗易懂，因为您是结合了数字，包括宫位，包括一些星耀的一些含义嘛，来去解释的嘛。对。那在这里呢，我也想要再次提醒各位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呢，因为我们本场直播会送出3个幸运观众的一个名额，待会我们会从添加我们官方 WhatsApp 的这个用户当中抽出3名的幸运观众，分析他的这个手机号码。当然了，也可以是你的这个身份证号码啦，或者说什么其他的车牌号啦，都是可以的。其实什么号码都可以了，因为数字实际上它可以代表，就是在很长一段就是这个时间段，其实可以代表我们的命理状况了。没错。所以大家一定要添加我们的 WhatsApp。对，添加我们的 WhatsApp。添加我们下方的 WhatsApp。同时的话，要给老师点个关注，好不好？对，感谢您的这个支持。道元关节这个栏目给老师点个关注，给先生点个关注。对，并且我们今天也是在我们的FB 也在同时直播，所以今天是我们为什么带了2个麦克风，一个是 YouTube， 一个是 FB， 所以大家也是希望能够支持一下我们道元老师道元关节的官方 FB 的账号，然后支持我们在 FB， 我们平时也会分享一些图文的内容啊，风水的小常识啊，包括玄学的一些冷门的知识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共同关注，因为2个号的做的内容其实是有点差异的然后因为我已经看到评论当中有很多朋友在问了，什么是旺财的号码，然后什么号码对于我们的自己的人的影响最大？那我觉得大家不要急，然后道元老师也先给我们慢慢来科普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宫位包括数字的一些关联，好吗？其实你看我们的这个数字体系里面，它为什么有人说，哎，老师，为什么我们的数字其实决定着我们此刻的这种状态？那其实很多人觉得学八字很难，有没有这里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粉丝觉得学八字很难的？对，觉得难的扣个1。对，有没有学八字说很难的？觉得八字很难学习的人扣个1，我们看看有多少人。我看看有多少觉得学八字非常难。是，因为我觉得其实八字就是入门挺难的，因为要背很多人对学的1。其实实际上，那么数字，就还有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判断一个人，判断一个人，人家不愿意给八字给你怎么办？对啊，你不可能一上来就
要别人八字吧？对，这不礼貌。嗯，特别是女孩子的年龄是保密的。对。对，然后这个要不到别人的八字，是因为人家的出生日期，是一个忌讳。没错。对，大家都不愿意说，我生日可以告诉你，隐私，但是我出生的时辰我不愿意跟你讲。也是隐私。对，然后的话，特别是一些做大生意的人，大老板，他不可能就是我就比如说只要，我今天我们去见一个亿万富豪，然后看由我跟他看一下，你就我给他那个看一下，说你们两个适不适合合作？对。然后的话，你总不好意思去问人家的八字来看一看，这个也很尴尬，对对，很尴尬。那有没有一种术数，就是说，我不知道你的八字，但是我也要知道你的是什么样的情况，你的财富格局怎么样，你的个性怎么样，个性、财富格局，对，你的工作能力怎么样，对吧？你的人品怎么样？人品，这个是很重要的。对，甚至你的喜好是什么？兴趣爱好啊，兴趣爱好，或者是你未来的发展空间，没错，怎么样？你现在在什么样的阶段，或者你的感情状态，是一个什么样子？其实你要知道这些信息，的话，就可以通过手机号码就可以知道了。没错，就不需要再去看八字。对，所以您看这个我们的很多用户评论啊，说都打了1出来嘛，觉得八字很难。那我在这边再安利一下大家，如果说大家觉得八字很难呢，就赶紧添加我们这个道元老师的 WhatsApp， 我们可以跟着老师一起来学习我们的这个数字能量。因为我相信，等一会儿道元老师去讲解我们数字能量的一个原理和它的一个这个我们的一个计算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很有趣、很简单、易于掌握。对，挺多人都觉得很难的八字，包括我自己，我都会觉得它很难。我觉得你应该不觉得难啊，因为可能你的悟性那么高，可能你不要太谦虚。不，因为可能我觉得难的点是因为，道元老师讲的数这个八字的方法不一样，风水讲的又不一样，法名又不一样，大家都不一样，应该听哪个的呢？我也不知道，所以我就听老师的就好。其实你应该这样讲，就是讲我们写的八字的这个基础都一样，是，但是这个入门是一样，其实入到门内的时候看的风景不一样，因为你站的高度不一样，然后的话，那你看批过的命运，这个多少，也有关系，就是你看过各种各样的八字，形形色色的，对，那么还有就是你学入门是一样的，但是真传的那一句话，这个诀窍有没有告诉我，是吧？对，有没有学会？所以我这次我也专门录了，就是先生的八字的课，跟别人的八字课有什么不一样？没错，在我的这个道元关节的这个频道里面，然后大家可以就是从下个星期开始吧，对，有专门的这个八字里面的这种详细的这种解析，比如说如何看到贵人呐，如何看到夫妻啊，如何看到夫妻呢，看到事业啊，是吧？先小小的透露一点点，就是我觉得我们今天下午录制的我们八字系列的新内容确实非常精彩，而且我也作为一个这个就认识不少师傅吧这样的一个主持人，我也觉得道元老师分享的八字是独门，是全网唯一的。包括很多的看法，就比如说，这个从来都没有八字里面从来没有过叫事业宫的，是没有讲八字里面有事业宫，但奇门遁甲或者说那个紫微斗数是有的，是，所以其实八字里面也有事业宫，所以欢迎大家去订阅我们的道元关节这个号，没错。其实大家看到，先生其实不是在那个号上面有播过2场吗？对，然后以为先生换频道了，其实没有啊，只是说有多个账号，是，对，只是我们每个账号做的内容不一样，对，做的不一样，对，因为那个其他的账号呢没有我嘛，是吧？这个账号有我可能会更多的一些这个互动，是。那我也看到有朋友留言啊，有没有可能今天再抽一把扇子？那在这里呢，我也想对大家说一声抱歉，因为每一把扇子呢都是道元老师亲自画的。因为每一个人的时间啊，很有限的，是吧？所以其实有很多人已经请了道元老师的这个扇子了，所以我们道元老师也在紧锣密鼓的去花时间去这个我们制作啊，包括我们开光等等之类的一些过程。所以的话，其实大家觉得，我觉得我的声音很小声吗？现在还好吧？对，我帮你加到这个上面吧，对，加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应该可以，因为刚才你加的侧面可能会小。那现在应该可以哈。应该可以。
这个扇子呢，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园主去买过，已经请了，因为上次我在我的直播间里也分享过，就是说我们这个扇子有什么用？是，对，有没有想知道这个扇子有什么用的？有没有想知道这个扇子是怎么用的？对，如果想知道扇子怎么用的，请打2，扣一个2，好吗？让老师跟大家讲一讲我们这把法扇是有什么用的。然后因为大家如果听过我在那边的直播就知道，就是你知道吗？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讲环境，我们讲风水吧。没错。你知道风是怎么来的？扇动的嘛。对，风是怎么来的？扇动。对，所以这个很多人都想知道，我们人是离不开风水的。对，人是离不开风水的。举例，我们中国的居住环境啊，就是我们老祖宗的居住环境。为什么我们愿意住四合院？为什么我们建房子要把左边建高一点点，青龙位要高？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玄武位要高？就是我们的后山我们要高。为什么我们要把右边建的低一点点？为什么我们把前面也要建的低一点点？也就是说，青龙要高。所以风水有一句话叫做“宁可青龙高万丈，不可白虎压一头”。白虎就是我们右边的这个白虎位，不能够高于左边的位置，所以叫左青龙和右白虎。那么呢，门打开，从前面打开一条门，那么那个风啊，就从这个门进来了。这个风进来，它没办法变成气。比如说我们说这个人运气好不好？对，福气好不好？对，有这个气字。然后年轻人有没有朝气？是吧？这就叫气。风进来了，它没办法转化成为气。那么有风进来以后，我们的风经过了左边的青龙位，挡住了，它就去到了后面，又被挡住了，就不会出去嘛。对。然后就会在右边停留。所以这个时候你在中间的那个位置有一潭水，就聚气了，然后就会变成什么长风聚气，都会纳气，然后这个风是遇水则止，那个风刮过来的时候，遇到水就停住了，水是用来停风的，叫风水，你知道吗？叫做乘风而起嘛，借水而止，它遇到那个水就停顿了，它就转化成为财气、福气，就聚集在那。然后我们是四合院是吧？对。然后的话就会开窗啊，东边开窗、西边开窗、南边开窗都开窗的，对吧？所以每个房间都有窗，所以它就会纳东边或者就是纳财气，没错。西边纳贵气，北边纳福气，每个地方纳的气还不一样，就根据你的纳气口，你的方位，然后的话，那么它就是生生不息在这里面，没错，啊，它就产生了生气，所以，这把扇子的作用就是，如果没有风，的时候，我去扇一下，怎么办呢？或者是说，整个的环境磁场很糟糕，怎么办呢？就比如说，你去到某一个酒店，感觉很阴森。怎么办呢？我换个房间，换个酒店。普通人就换个房间，可是你换了一个房间，你觉得还是很害怕，怎么办呢？那其实实际上，对我们这个法扇就有用了，就一扇它就走了。一扇把那个晦气就把它赶走了。晦气霉气阴气阴气，然后的话，这个来自于临界不好的这个气，都给它什么散走，就散走了。这是第一点。但其实它有一个这种作用，就净化磁场的作用。净化磁场，对，第一大作用。那第二个呢，因为这里呢，就是先自己亲自画的。其实我们交付视频里面大家都可以看得到，我是亲自一笔一笔的画。这里面呢，因为它有描金，对啊。然后的话，它还有像我们这个上面它也撒金啦，然后还有就是用朱砂啦，最后还要有就是给它开关啦，对，祈福啦，让它具备有这个能量呢，一套很完整的流程。对，一套很完整的流程啊。对，它可以像比如像我手上这一把就是赵公明啦，这边是周公明，这是招财啦，其实然后的话，你看这个南斗七星、北斗七星啦，然后的话，你看这边就是因为我也是
天师这个道统的嘛，天师这个道统的嘛，所以我有在第一次直播的时候有讲过，就是我的师傅就是张金涛，就是当代的天师府的住持，而我的身份就是罗字辈，因为我为什么参加修人学院的时候我没有讲我是罗字辈呢？没有讲我的师承呢？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这个节目里面大家都是同道中人，对，然后的话你再讲你是哪个门派或者就没太大必要，对，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必要了。实际上，这个我是在道家里面，在天师府里面，然后的话我是罗字辈，对，所以我叫罗元，就是比天师低一辈，那应该是祖师爷的辈分了，很高的辈分了，祖师爷的辈分了。因为现在你看罗字辈后面就是三山于正心嘛，现在都到了心字辈了，我在罗字辈，已经很高了，就仅次于天师之下。基本上的话，你只要是说你是天师府的，你是正一派的，对，然后的话，可能你是叫我都要叫师伯了，没错，或者是师公了，对，因为我们道家里面是不会叫师叔的哈，叫任何人都叫师兄，就是同字辈的，不管你是入门先后，你都叫师兄，因为他只有兄，对，没有弟，只有伯没有叔，就是师伯，师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辈分，而天师府的罗字辈现在是不放了，没错，那因为国家宗教局说不允许放罗字辈了，即便你拜了一个大字辈的师傅，也没有办法给罗字辈的身份，是已经不批了，对，不批了。好，那道元老师这个法扇，我先替各位粉丝先保管一下，对，因为我看大家都很想要这个法扇。那对这个法扇很感兴趣，又问是不是五路财神法扇啊等等之类的，那请大家添加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 WhatsApp 去跟我们的助理去沟通，是吧？然后我们还是回归到本期我们的这个直播主题，就是我们的数字能量的主题。好，那因为刚才有一个开篇嘛，就讲了一些可能哪些数字好啊，数字对我们的影响啊，那我们应该怎么可以去系统性的跟老师一起去学呢？其实首先第一个你可以学我的课程。因为我有数字能量的课程，而且我的数字能量和别的数字能量不一样，因为我数字能量里面讲的，就很多人数字能力不会讲财库，没错，但是我的数字里面就有财库，对，我的数字里面有你的权利密码，我的数字能量里面有你的健康密码，我的数字能量里面有你的财富密码，但这不是打广告哈，就是说今天我是一个数字磁场的这个分享，所以我觉得其实实际上最多的应该是说。对你们对于数字有什么样的疑问，然后都可以为大家解答。你可以在评论区跟我去做一些互动，或者是你有想听什么样的案例，对，想要老师给你有解答的都可以。因为是这样子的，我们每隔半个小时会抽取一名幸运观众，因为我们从8点钟开始直播嘛，所以还有5分钟。大家抓紧时间在我们的 WhatsApp 去留言，发送自己的这个个人的这个手机号码。对。然后的话，等到我们的这个8点30分的时候，我们会由道元老师去抽取我们本场第一位幸运观众，来为他解决他的电话号码的这个疑问。其实这是第一个电话号码哈。对。电话号码的这个抽取，实际上就是我有一种能力哈。就是数字磁场的数字能量，因为我平时用的比较多，它已经到了什么程度？就是我看数字磁场已经可以到了，就是本人的，就比如说我看屏幕上面的，就你们对于这个对于这个就公屏上面，我就等于说我看到，就是像比如说有人说买彩票怎么才能买中，哈哈哈。这个也能看吗？不是，这文字就是。等于说，我看数字能量，我看人的数字磁场，对，就像看文字那么简单。就是相当于我可以秒批，不用翻译了，就直接看成答案了。对，我可以秒批，也就是说，我不用用任何的反应的时间，对，我不需要思考，然后呢，我就可以铁口直断，我就可以秒批。比如说，比如说看八字吧。看八字，你可能你还要排盘出来，排完盘出来完了，你先定格，然后的话你要知道它是什么格，然后的话你先看它的财富怎么样，然后看它的这个夫妻感情怎么样，然后看到其他的七财子禄寿先看一遍，对不对？然后呢，最后你才可以跟别人去逼，你可能有个3分钟5分钟的时间，可能我们可能需要1分钟的时间去看八字，但数字就是我是零延迟的。
只要这个数字看到马上说，这个数字只要一出来，然后呢我就可以批了。哦，那这个其实我就觉得是一种功力的体现。有朋友问啊，这位叫Crolot Fun 这位朋友问，是 WhatsApp 发吗？对，就是 WhatsApp 发。因为大家如果发到公屏上面的话呢，可能我们就被这些弹幕啊所带过了。然后的话呢，我们需要发到我们的 WhatsApp。你看，比如说有个人发了是吧？37711，你知道37是个绝密，771是一个祸害。那代表是什么呢？就这个人，这个是绝密祸害。然后呢，人是有能力的。绝命是代表能力。对，它代表他能力嘛。能力啊。然后的话，但是呢，771呢是祸害，它是一个不好的磁场。绝命加祸害就是这个人的口才很好，但是呢，比较多小人，然后同时也不利财运。如果你结婚了，那这个号是让你离婚的号；如果你没结婚的话，你谈恋爱的话也容易分手。4个数字也能够看出，它是结尾嘛？结尾。我不知道你是在前面还是在后面啊？有可能是尾段，也有可能是中间。比如说5786，你看，比如说5786冷玫瑰是5786，5786我不知道你是男的还是女的。假如说你是女的，冷玫瑰啊是吧？578678好不好呢？女孩子不能用，男孩子可以用，78不能用。如果是78，就这个人强势，你也有能力，然后的话也能带来财富。也就是说，冷玫瑰是一个婚姻不好的，情感不好，但是能力和财富格局还是挺高的。但是起码有一头是好的嘛，有钱嘛，起码有钱，有钱嘛，对吧？情感可能遇到了这个困扰会比较多，对，哇，你看道元老师抽了2个朋友点评了一下，就是马上就是有很多人发出来，就很快。对，但是大家还是要记住啊，去发到我们的 WhatsApp， 因为可能刚才老师只是做了一个示范，对我们就不要在公屏上面去刷数字。那有一位朋友问，他说，如果一个旺财的号码是不是适合所有人？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跟大家沟通一下。其实我告诉你，真是适合所有人。只要这个号码旺财，它其实所有人都可以用。那其实这个举例就是，一个号码是好的号码，是不是旺所有人？对，它确实是的。那同样是一个号码不好，是不是衰所有人？也是啊。但是他们可能有不同的结果，就每一个人用的结果不一样。举例，怎么说呢？就是一个人，他换了一个好的磁场，好像也没有发到大财啊，对不对？同样的，另外一个人用了这个号码，他就能发大财啊。这个是为什么呢？原因？因为第一，每个人的财富格局不一样，但是他都能发财，就是这个号码的磁场是好的号码，对。就比如说一个凶的号码，如果比如说一个绝命加五鬼的号码，每个人用都凶，但只是说有的人的凶不那么明显，有的人凶很明显。就举个例子，举个不恰当的例子，或者是举一个让大家能够通俗易懂的例子，就是有的人出门被车撞一下，爬起来没事，有的人出门被车撞一下就撞死了，他们就是被车撞一定是凶事，但是有的人被车撞了没事，爬起来，因为他身体强壮，运气好，他还20多岁，他只是皮外伤，没错。有的人用这个凶的号码，被车撞了一下，咔就嘎了，就是被车撞不是一件好事，但是不同的人用这个凶的磁场，然后造成的结果不一样，但是就避免用凶的这个磁场，避免用这个不好的号码，对，避免被车撞，这是不管是身体好的还是身体不好的，都不要被车去撞，这个是不好的事情，凶事嘛，是的。那因为我看大家都发那个这个手机号的，你看3773，你看就是个是吧？3773，然后都是一个负债的号码，然后的话负债的号码，对，然后的话你这个号码用久了以后，你就会负债，然后的话你就会固执，然后的话这个不知道你年龄大小啊，如果你年龄很大，这也是一个得肿瘤的号啊，这么严重？对，3773，对，有点吓人哦。所以你知道马航啊，730啊。730，马航就不消失了嘛？也是一个绝密磁场。喂，道元老师，现在我们已经8点半了，我们开始抽取第一个那个幸运观众，好不好？好。你看着这个中间这个屏幕，然后的话，这个屏幕一直在滚动。好。然后你说开始，然后你说停，我们就随机停一个，好不好？好的。来，3、2、1。3、2、1，开始，停。好，恭喜这位叫 ONM 这位朋友 ，ONM 这位朋友。被我们道元老师抽到的是第一位幸运观众。如果 OM 这位朋友在的话呢，也在我们公屏上面发一下你在好吗？然后我们也让老师
现在马上秒断一下这个号码的吉凶。首先你把它打起来，因为用眼睛我看不了那么远。好了，那我报一下呗，要不就是。对。你把它放大一点给我看一下好不好？对，6644。66444565。5567。好。看到了，这个人是看到了啊。如果你在哈，这人口才很好。哦，口才很好。对。然后的话，然后这个号码是没有财富的。没有财富啊。没有财富。那很只能看到财富，对，口才很好，然后呢，其实有一点贵人。有贵人。就他开口，然后可以去得到一些贵人的支持，所以这个号码也看不到财富，同时也看不到就是婚姻。也没有婚姻。看不到婚姻不好，还是说就是如果用这个号，如果你是结婚的，这个号码也可以让你离婚；如果你是没有结婚的，然后的话，这个号码是让你谈恋爱的时候也会受阻。就婚姻不顺吧。对，就是没有财富。对。然后的话，没有婚姻的号，那他对健康也不利。对健康也不利哇，那基本上就是没什么太多。他祸害的磁场，他就是会，比如说祸从口出啊，他也招小人，但是他后面的结局还是可以，就是比如说67，它是一个生气的结局，就是一个贵人的结局，所以他就是他对他好的就很好，对他差的人呢就很差，所以有小人，有贵人，所以同时的话，他自己的那个个性呢也会比较矛盾，那如果说道元老师给这个号码打个分数的话，0到100。打个30、40分呐。那就是还离及格还差得远。他这个号肯定是不及格的啊。对啊，不及格。就多有得罪哈，这个号确实是不是特别好。然后因为我们也不认识这位观众，对，完全不认识。道元老师根据他的学术，然后给出了一个客观的一个分析。那在这里的话，能不能够稍微也教一教大家？比方说您刚才是怎么判断的数字之间的这个宫位？因为它是后害磁场吧？对。祸害磁场，那么只有一个例外。如果假如说他是你像你这样的主持人，他就没问题。主持人就可以用这个号码。他如果不是主持人，他就用这个问题就很大。或者他如果是律师也没问题。是。除了律师和主持人，用这2个号是可以的。这个号那就如果是用律师或者是用主持人，用这个号可以打60分。但是一人而人不见财富，只是说就没有那么凶。就没有那么凶啊。但主持人是可以用的。对。有朋友问老师，这个数字是不是要分男女？就有些数字男人用好。其实是要分男女的。那这个怎么讲呢？对，比如说，在一些数字是女人不能用的。有一些数字女人不能用。所以我跟大家讲哈，就所有的观众，然后现在在听直播的，我给大家讲一讲。你可以去打开你们的亲戚朋友的这个手机号，然后的话对照，女命。号码里面有19、159、87、857、109，那个901、807或者是758的，这样子数字磁场的，你就直接会看到一个信息，叫离婚。喂，道元老师能不能再重复一遍？因为我想让我们的那个导演打在那个公屏上面。好，慢慢讲，来，我们的导演打在公屏上面。就比如说有19啦，19。91啦，159啦，159、951啦，951、87啦，87、78啦，8778、708、807啦，708、807、857呀，857，然后758啦，758109、901啦这种，109、901。对，那这些数字号码，不管是在结局还是在你的中间，你就会看到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就是女命。容易离婚。哇，有位朋友说，真的，他离婚了，中了，这么快就已经中了，命中了。对，然后这就是数字给你带来的磁场，因为它是男命可以用的，女命不能用。真的离婚中，女生用的原因在于什么哈？早上好，你在哪里啊？早上好。如果是应该是在美国如果是女命用这个号呢，它会好处是。能力很强女强人型，然后这个强势，有主见，是那种自己可以独立完成自己赚钱的这样子的独立女性，她也是有很强的人格魅力的，那么在谈恋爱的时候用这种磁场，就会对自尊心非常强，对自己的另一半要求很高，还没结婚的情况下对自己的另一半要求非常高，然后呢也会特别的专一，所以这是一组离婚的，
号码。有位朋友说他不是离婚是丧偶，这个更严重。没结婚就不会离婚。对，有人说没结婚就不会离婚。783男命不知道你多大年龄，假如你783，假如你是超过50岁的，然后的话就有心脏病。超过50岁用783就容易有心脏病。然后有抑郁症。抑郁症啊。永琪啊，但是我不知道你年龄有多大。如果你年龄小，那你也会情绪化。情绪化。女命就会容易离婚。然后的话，5783如果是女命离婚。然后的话，在谈恋爱之中，或者是说三角恋啊，就这样。OK， 不知道这位朋友是不是这种情况？就是如果有的话，也给大家一个反馈，好吗？对。然后有位朋友叫冷玫瑰，他问道元老师，用的越久是不是运气越差？如果不好的话，如果是用的越长时间，那么的话，它当然会对它这个号码的是持续影响它的磁场的，持续影响。除非你的八字的流年大运转运了，然后的话才会对这个号码的影响，就这个号码影响就稍微小了一点点了。明白。有位朋友说啊，这个想问一下道元老师，这个号码怎么自己能选择符合到自己个人条件的？他想改号啊。对。那这就如果你想改号，如果你找我换，那我估计还是太贵，因为我换个号码可能太贵了。多少钱？给大家说一下。那最少是这个中6位数嘛。中6位数啊，就是个十百千万10万。个十百千万10万嘛。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要珍惜在直播间跟道元老师互动的机会。但如果你比如说你买我的课程，然后你学会了，那你自己可以给自己换嘛，这就比较简单。对，因为可能你们也知道，老师是应该来讲是最贵的。没错。你们看超能力学院有3个老师，然后呢，可能3个老师中就是我最贵，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最贵，所以你们去想一想。没有因为所以，反正就是最贵。对，大家可以脑补嘛。对，所以我也再一次提醒大家，因为我们本场还有2个可以跟道元老师互动抽奖的一个名额，大家赶紧发送自己的电话号码到我们的官方 WhatsApp， 然后争取你就是下一个幸运的观众。我平时都是静静的，就忍不住也来一次。81年5791男性想听听修行的前置，然后修行前置是很好的，因为579呢是一个五鬼磁场，它天然的就对于风水命理玄学特别的感兴趣。91代表你知道吗？91是压力非常非常的大。压力很大。五鬼加上延年磁场是延续这个五鬼的力量，所以你的天赋异禀，但是财富格局不会太高。因为五鬼是经常变动的。变化太大，然后的婚姻也不会很好，所以修行没问题了，但是其他的就不利于了。是，他说有一个朋友说他的号码用了20多年，会不会还是对他有影响呢？就是他的一个手机号用了20多年，是不是还会对他产生影响？持续的对他有影响无论多长时间，他都不会消退。他不会消退的。就很多人也会问，说老师先生，我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号码呢？你说这个号码它是个凶的，对，是吉的，为什么我会选择一个吉利的号码？为什么我选择一个凶的号码呢？它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又是你选的，它会代表你的，因为你的能量，然后呢，对，它就会代表你当下的状态。比如说你当下是个倒霉的状态，你的电话号码里面就是一个倒霉的号码。没错。如果你当下是赚钱的，你电话号码里面就是一个赚钱的号。没错。因为它是受你命理的这种指引。你走好运的时候，你莫名其妙的就换一个号码，你变成了一个吉利的数字。可是你倒霉的时候，你莫名其妙的把那个好的号码换掉了，然后呢去换一个不好的号码。没错。其实手机号码也反映着你当下的这种状态，运气，你的大运、流年什么情况也在这个电话号码里面有展现。没错。所以刚才有一位朋友说他离婚了嘛，就是你提到那一串号码离婚了。他说一时半会儿号码改不了，怎么办呢？有没有办法化解？就他原来的老号用了很久了，绑定了很多东西，那我也是一样的，那怎么办？你其实实际上我建议你是学习课程，然后的话你自己换，因为我的课程里面有详细的记录，就是你是什么样子的状态，然后什么样的那种职业，然后呢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换电话号码。就是比
比方说我这个号码用了很久，但是我应该怎么处理？其实课程里面也有讲到。有讲。哦，那大家还是添加我们的这个助理的老师助理的 WhatsApp， 是的，然后去联系我们的这个助理，去了解老师什么时候开课，怎么样去报名，怎么样去学习。对的啊，然后我们一起共同的进步。好，那我们看到有位朋友问啊，他说如果是4个8，是不是就是好运呢？如果说什么7888就代表不好吗？这个问题下午我也提到过，我觉得还是很有趣的，能跟大家讲一讲。好，比如说我们里面有4888，对，888是好的，888是好的，但是跟4在一起就不好。为什么呢？这个原理是怎样？因为4、8在一起就变成了一个绝命磁场。对，4、8在一起变成了绝命磁场。你比如说，我们刚刚我们的口诀里面有念是吧？3正4序5中宫，3正4序巽在东南，8在艮宫，木克土嘛。哦，4是克8的，对，相当于木克土。然后呢，这个4、8就不好。4、8是绝命，888呢本身是一个吉利的数字，但是888和4、8结合起来就变成了加强了这个4、8这个凶的力量。如果你用48888尾号结束的话，那代表什么？如果你是一个企业家，破产近在咫尺。这么严重？如果你是一个普通人用这个号，然后就是负债近在咫尺。如果你是一个老年人用这个号，癌症近在咫尺。哇，那真的很严重。就很严重。对，就反正就是很差。对，很差。那你说58888，它不凶也不吉。因为58，它这个5可以看成8。它就是88888，它就是不凶也不吉。当然要跟前面的数字组合啊。那7888好不好呢？78是我刚才讲是延年，它是一个大的延年磁场。女命用必离婚，那788用女人看就是必离婚，用男人来看，如果你是个亿万富豪，如果你是公司的一把手董事长，那7888你可以用。亿万富豪就可以用788。对啊。为什么他能驾驭得了？他驾驭得了成功嘛，驾驭得了这个能力嘛。那么如果是一个普通的人，如果你财富格局没那么高，然后用这个号，用7888的话，那么就会变成压力大，失眠，睡不着觉，焦虑。如果是你50岁以上的人用这个号，就是心脏病。心脏病也会不好啊，对，心脏不好。他就因为压力太大嘛，权力太大嘛。所以你看过去当皇帝的人有几个人活得很好啊？对，大部分都是比较短寿嘛，寿命，因为操劳嘛，操劳过度。对，有一位朋友问，就是说除了电话号码，天啊，我一直生病，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号码。不过有朋友说是6631，不是个号码。我告诉你哈，66316663是一个五鬼，31是五鬼来财。我告诉你，这个就是财多衰漏的号码。然后663代表你失眠的很严重，然后还有内分泌失调。也就是说，告诉你这个号还让你月经不调，然后脸上长痘，还有心脏痛。哇，这么严重，6631。对，然后你可以回馈给我哈，严军，你在这里给我回馈一下。他有一个朋友说这个不是一个坏号码，我就不知道这个朋友自己对于这个学术了不了解。对，如果是男命，我跟你讲很有钱，他可以用五鬼来财，叫八方来财啊，八方来财。但女命用这个号，他就会告诉你月经不调，然后的胡思乱想，容易抑郁，然后的话内分泌失调，然后的话就经常变动，然后心脏会好闷，但是检查又没事，然后隔一下又可以呼吸了，就这样子。无缘无故的，对。有位朋友问呢，就是什么样的这个号码会遇到法律问题 ？Michael Joe 这位朋友问的，什么号码可以遇到法律问题？如果你问这个问题哈，你问就是外应，然后呢，可能你就可能有法律问题，然后的话，那你看你的数字磁场里面就会有这样子的数字号数字。比如说什么数字呢？对，您说慢一点，让我们的这个导演打上去啊。比如说9889 4664啊。对，然后这个2332啊。对2332，还有1771，这些就是官非的密码。官非的密码啊，对，就是可能有官司啊，对，官司啊，小人啊这些，就这样子。那中间可能还有更多的数字组合，我就不一一列举了，不一一列举了。比如说，里面要加个5啊，比如说171啊，157啊，等等，比如说
456啊，654啊，然后这些，比如说985啊，958呀，对，还有比如说891啊，这些都是有关于官非的，这些都是官非的这种官非的号码。OK。好，那刚才有位朋友说，谢谢老师的解答，但是呢，这个眼君啊，你看4不太舒服，看了中医了，你看没有？眼君说了这个事情，对我也看到了，对，他说不舒服，看了中医啊，证明老师说的还是很准的。那必须准的，因为老师对于数字的磁场的这个命中率哈，是99%吧，应该在这里，因为它反映你当下的状态。对，所以我在这里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就是不要把那个号码刷到公屏上面，因为一刷上去的话，我们首先第一个不一定会抽到您，然后第二个您发后面4位呢是不是最准确的？最好是完整的电话号码，因为比较好一些。后4位数只能就是看结局，就看结果。然后那么一串完整的电话号码就可以看从你开始是什么样子。后面是什么样子，最后到什么样子，前因后果。就比如说你刚开始用这个电话号码的时候，如果你前4位是吉利的，那么它还可能给你带来一点点好的影响一个过程，但是它最后结果是差的。然后你就说啊，我现在用这个号码我感觉还可以啊，那因为你的号码里面开始先是走好运，就前面4位嘛，好运嘛，然后后面4位是结局，所以有的号码就看起来很好，用的也还不错，但是隔一段时间以后，发现不行了。是，有朋友问啊，这个叫2抠的这位朋友问，如果他同时有2个电话号码，会不会有什么影响？那有，好的磁场在影响你，坏的磁场也在影响你了。就是他们2个不能互相抵消。那不能互相抵消。反正就是无论他这个好还是坏，2个就是同时影响你。比如说好的号码让你赚100万喽，坏的号码让你亏100万喽。那我可不可以搞10个好的号码，我自己拿着？那你干嘛要那么多呢？就太多也不好。对，你一个好的号码顶10个嘛。顶10个，对不对 ？OK， 大家还是不要贪心啊，一个好的号码是很重要的。是，所以要尽快换。对，没错。如果说你的这个号码有问题呢，就是按照老师的这个说法，其实还是要尽快摆脱这一个不良的一个磁场吧，就是越早脱离就是越好的。你看很多人讲，我觉得我这个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啊。好啊，张慧玲这位对是吧？我的手机尾号是7051，7051是祸害。然后的话，就是我跟你讲，如果你第4个是婚姻不顺的，然后同时也很多的小人，然后你自己的也是得理不饶人的那个口才特别好，然后就是特别能说。然后诺基亚有个品牌叫3310这个手机，你知道诺基亚就是不懂得用数字能量，所以这个3310就是卖不出去啊。3310你怎么能卖得很好呢？31是生气，31是天一，它是好的磁场，它代表财富，0是不见了，所以你知道诺基亚卖手机就要倒闭了，对不对？没错，就没有了，是不是？是。然后有一位叫 Elvis WW 这位朋友问，换一个合适的号码是不是很快就会见到转变呢？很快，多长时间？其实我有也不是这个不是研究，这是我自己个人案例了。我看了很多的，换了很多的电话号码。然后比如说我有跟某一个上市公司的老板换了号码，换完以后，他1个星期之后，他的股票就涨了30%。哇，涨了30%，那6位数还是蛮值得的。对，换一个号码就涨了30%。对啊。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很快见效的一件事情。对，因为他们就会很多人问啊，这中国的 A 股不是涨跌只有涨跌只有10%吗？怎么会一下2天就涨了30%？不是，对，因为它是港股啊，港股涨30%，一天涨30%都有可能。一天涨30%都有。对呀。OK， 那在这里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我们到9点钟。我们准时会抽出今天第2个幸运观众的名额，所以大家不要把自己的数字就是刷到公屏上面，因为太多人去发布信息了，所以大家要添加我们的 WhatsApp， 添加我的 WhatsApp， 然后发送自己的号码，对，发送自己的号码，然后大家就是可以跟你去我看到的，然后我给你去说一下吉凶，没错。刚刚有一个小男生，就是1997年生，那肯定是缘分。我看到你这里的那里啊，这位朋友叫你这个号是福时任想，然后眼高手利，
然后1997这个压力特别大，然后的话就是想得多，没办法行动，就是今天有个想法，然后明天起来以后，哎，算了，就放弃了，不坚持。对，而且脾气特别大啊，脾气特别大。你可以回馈一下啊。然后呢，如果不是的话，你可以拉黑老师。如果是，然后你好好的学好数字能量。改变你的人生，因为你还年轻。对，有人问这个师傅可以有中文字幕吗？我听不明白国语。会有的，大家关注我们的回放，然后的话我们会配字幕打上去啊。3875穷了几十年的中女，为什么？3875是离婚的号，没有男人的号。你太强势，知道吗？你没有财运，同时也是抑郁症。抑郁症啊，有抑郁，也是有抑郁心情不好。呼吸道，疾病在呼吸道。那比如说心肺功能不好。然后还有就是太强势。对，没有正桃花，只有偏桃花，但是可以看得出来长得漂亮啊，或者是说很爱美，或者是说从事美的行业。对，爱打扮的女孩子没有不漂亮的，其实。她有的不漂亮，但是她会从事美的行业，就美业啊，对，就是美容啊，美容啊，对，化妆啊，好，然后的话，或者是做贸易。对，有位叫莫里的朋友问啊，尾数是0，是不是代表一无所有？尾数是0，不好。尾数是0也不是代表一无所有，反正有的不多，就剩下的不多。对，有人问，你们会把号码说出来，所以不敢加我们的 WhatsApp。可以这样子，就是比方说，等一下我们在抽的时候不念完整的号码，但是我会告诉这位朋友说，哎，抽到你了，然后老师就会分析结果嘛，我们就不讲电话号码。对，我可以讲，比如说你全部发完了，然后我。如果你发8位数的，我解读6位数就好了。是，我们就不讲前面的号码。对，大家不用担心。你看，说老师太准了。你看，有人说，我看到。那你说是吧？老师太准了，说他心高气傲，然后第二天晚上，头天想的事情，第二天忘记了嘛。压力大，压力大。1997，对啊，1997，胡思乱想，比较焦虑，你看是吧？晚上胡思乱想，你看这样就是这样子的。对，然后有位叫 KT 的朋友问，是不是？你是男的女的？哪个 KT？哪里是男的？我这有一个，哪个人问？有位朋友叫 KT， 他问这个是否号码带0都不好？都不好，只要带0都不好，只要号码都不要0。一个0不好，2个0就是double kill，对，3个04大皆空。0越多越差，相当于。对，越多越差。0越多越差啊！晚了开直播没关系，夏日星球。我们会有这个直播回放的啊！你看莫里也说真的是这样哦。对啊，证明老师这个说的很准啊，就是不用看全。0603读书不专心的男孩，他0603我跟你讲，他失眠，然后的话胡思乱想，对，然后呢想谈恋爱，对，早恋，这早恋这个也能看0603早恋，对啊，这个也能看得出来啊，不专心读书的男孩，是，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相信，一定要相信道元老师的这个数字能量的功力啊，所以大家赶紧，老师真的有点厉害，对，赶紧添加我们的 WhatsApp，你看，老师真的有点厉害，我真的是这样，谢谢倩，对啊，你看直断嘛，是吧？直断嘛，我可以铁口直断，就是不可用，我讲的就是对的，没错，如果我错了，是老祖宗错了。我告诉你，如果老祖宗没错，老师就没错，先生就没错，因为也说老师真的是这样，弹无虚发啊，基本上都没有问题。老师厉害哦，身边2个 boss 手机号码最后都是0，赚到钱但存不到。是的，啊，很有趣，对，这个就是一个卦象。好，1988年5612，我跟你讲，你马上要去看医生。然后的话，1988年5612，这个是一个，你马上去看医生。super，说你要看医生，只要是关注于就是比如说呼吸道的，比如说肺结节，肺结节，还有你身上有，要么肺结节，反正有小肿瘤，就直接可以看到有小的肿瘤。哇，那这位朋友 super， 赶紧去看医生，去那个。但1988年很年轻哦，很年轻不重要。如果是老了，我直接说他癌症。哇！然后，如果他不是1988年，如果他是1968年，我只批他的癌症。实际是癌症，就赶快去治疗。你现在就赶快去检查。
所以他那个号码真的是反馈到身上的一些问题有朋友说道元先生真的准的令人可怕，好像在先生面前完全没有隐藏的事情，完全没有隐私看号码。因为先生也被称之为这个术数的百科全书。是百科全书啊，普通话不太好。百科全书。你以后就是大家看我回放的时候，还是要看。就是要打上字幕比较好。打上字幕，直播是没有字幕的嘛？因为先生是，你像八字、奇门六壬，然后数字能量，然后这个悬空风水、过路阴阳，然后阳宅三要，然后八宅，然后这个金锁玉关，就是我对于整个的术数其实都是有了解的。对，然后呢，并且是深入研究的，所以它会融会贯通。因为我从比如说看数字能量，我也会用八字去断。对，也会里面会有八字，里面有小六壬，也会有奇门，所以实际上它是一个全方位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没错，我可以看到一个人的长相怎么样，举例身高也可以看得到。是，有位朋友说，感觉都是不好的，没有吉利的号码，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我们公屏上面，那有吉利的号码我没挑出来，就没有说而已啊。就是因为道元老师他是比较一个这个心地善良的人，都是看到有不好的东西就马上告诉你，是吧？这个也是也没有收任何的费用，对吧？就是无偿的告诉大家。对，我下个月我会立马换手机号，好可怕。你看9868就是如果你是做律师的，或者是你是以口才赚钱的，然后是以口来财。然后这个号码的这个财富指数还是挺高的，证明你是一个有钱人啊，这就是这就是9868，对9868，他是1977年的，但是要注意血粘稠，血液粘稠，然后的话还要注意肥胖，对。如果 Coco 有说中的这些信息的话呢，就反馈一下啊，谢谢。1964年6319，然后的话检查心脏，可能心脏也负担很大，对。好，我们现在还有2分钟，就我们抽取第2个幸运观众了。好，那大家赶紧添加我们的 WhatsApp， 在我们的 WhatsApp 留言自己的这个完整的号码，我们不会把你的号码说出来的。好大家不用担心。然后的话呢，老师会更为详细、全面的去为你解答这个号码的吉凶啊。对，是现手机号码吗？我觉得也不一定是手机号码，银行卡、什么车牌应该都是可以的。银行卡的，比如说。我更建议的就是银行卡密码。银行卡密码，对。这样。我告诉你啊，你的银行卡密码不好的话，你多少钱都会花出去。那假如说我的号码是1234566，那这个好不好？那一看就是绝命。1234563 456不好啊。不好，为什么呢？因为456是祸害啊。456是祸害。1234566其实都不是一个很好的这种资产组合呀。就存不住钱了，这样子。对，他就会莫名其妙的花钱出去。对，还好不是这样子，只是举个例子啊。对大家，就是想要学习、想要了解数字能量的课程，一定要添加我们的 WhatsApp， 跟着我们道元老师一起来学习。因为直播我们毕竟时间有限。只能点一下。我跟大家讲，所有的术数都要起盘，比如说小六壬要起盘，然后八字要起盘，然后奇门要起盘，只有数字能量不要起盘，各位你知道吗？对，只有数字能量不用起盘，然后直接就可以批。其实为什么就是我们的经纪公司经纪人，然后包括我们的导演组，一定要让老师来讲这个，老先生来讲数字能量呢？就是方便大家。不用任何的起盘，第一刻就知道别人怎么样。没错。那么这就是这个学术的厉害之处了。没错。然后 Coco 刚才那位朋友啊，你不是说他有点肥胖吗？血液粘稠度高吗？他说真的中了，谢谢老师。不是真的中，真的中了。因为老师是99%的命中率，因为可以铁口直断。那你就看八字，人家能够看出你肥胖吗？能够看八字，能够。还没知道你是谁，然后就知道你血粘稠吗？对，知道吧？没错。所以刚才二抠在问啊，就是0358，然后是这个呢，就是你有情人啊 ？VOON 这位朋友他有情人，对，0358，对，1979年，对，然后你喜欢外面的人，外面的女人，外面有女人，你这个敢反馈吗？看反馈吗？这个。
所以你们把这些打出来，我告诉你，你们也是有勇气。反正大家我也不认识你，对不对？也没关系。可能你在美国或者在哪里，我们也不知道啊。0358有情人啊，炸裂了。好，我们现在到9点01分了，那我们进行我们第2个轮抽奖啊，好吧？我们道元老师喝个水吧。好，来看我们的这个。有没有给老师点关注？那必须要关注啊，对啊。如果我觉得如果说到有情人这个事情说准了，那赶紧，我觉得怎么样买课吧，是吧？就自觉买课啊。其实买不买课不重要啊，重要的是其实实际上你真的要了解你的数字磁场到底是吉还是凶。对，要了解到自己的运气，好不好？对，这个很关键，你知道吗？好，那我们老师开始我们的这个抽奖，好吧？来，准备3、2、1，开始。填。好，抽到了一个叫 BOC 这位朋友 ，BOC， 不知道是男是女？不知道。你要告诉我男女啊，因为男的和女的看的不一样的。那要不这样子，给大家送点福利，男人、女人都讲一下，好不好？如果是个男人，对，这个人的压力很大啊，压力很大。年龄大的话就一定有心脏病啊，有心脏病，为什么呢？心脏病的体现在哪里？1901。1901哦，1901代表有心脏问题。对，然后的话人特别的强势，婚姻不好。就是如果是男性的话，男性就是婚姻不好。婚姻不好。女性，假如是女性，100%离婚，我不说90%。Bossy 啊，这位朋友是不是这个离婚了？如果是女性的话啊，男性是不是心脏病不好？心脏不好。对，如果这个号就是。如果说的再绝对一点，就是不是离婚，就是在离婚的路上，就是你现在还没有离，但都是离婚的路上，而且还是个克夫号。如果说女命啊，她就是克夫号，男人就是一个心脏病，压力大，然后的话，这个，哎呀，我不好说的太那个，就是对，反正就是不管是男人和女人用这个号码，都在水深火热之中。我去。都在水深火热之中，听起来很煎熬啊，真的很煎熬。对，然后的话，你一定要，别人我不管你好，就看你这个号码，然后的话，你一定要改，然后并且是立刻马上要改，因为改号码等于改命，我跟大家讲。对，我觉得不管是不是找道元老师来改，对，都要改，因为为了他好，对，为了他好。对。但是如果你学了我的课程，你自己改，因为那是最便宜的，是，也是最好的，而且你还学会了一门术数。没错，又可以帮人，又可以帮自己。请问老师的数字课程难学吗？简单的很，太简单了。你会数数，你就会学啊。它总共只有9个数字啊，1、2、3、4、5、6、7、8、9，你还不会吗？还有0，还有0， 10个，就10个数字，1、2、3、4、5、6、7、8、9、10。如果你觉得你八字难学，然后要各种神煞，然后记各种这个口诀、刑冲克害，然后。还要排盘软件是，然后你知道你拿个排盘软件出来就显得你不专业，对吧？然后你自己手工排确实有很长时间，对不对？没错。但是你数字，你排都不用排，直接就读，对。然后你就可以实习的时候，你看你的这个通讯录里面，因为你了解每个人嘛，是不是？他的财务状况你知道吗？为什么这个人有钱？为什么这个人穷？看他数字号码就可以了，就知道了。你可以了解你身边的每一个人。没错啊，所以我觉得其实。道元老师讲的这个数字能量对于大家来说帮助其实很大的，因为当我们新认识一个朋友的时候，我不了解他，但是我一看他的电话是怎么样的，那其实我心里面有个底了嘛。你看6月26，是6月26这个男孩子是一个帅哥，长得很帅很清秀，你知道吗？也很斯文。6126，对，1993年这位叫光明的朋友，对，然后情绪化。但是有些情绪化，有点忧郁气质，忧郁气质，忧郁气质，忧郁王子啊，忧郁帅哥，对，然后想很多，特别敏感，然后还有皮肤病，这个也能看到，必须啊，皮肤病嘛，就是，或者是说你的皮肤容易敏感，容易敏感，容易长一些小疹啊，对，或者说起痘痘啊，然后呢，工作不会太满意，因为有些小人，然后你会感觉别人老是针对你。知道吧？还有没有财富格局？这个号是不让你存到钱的，就不能存到钱。对如果光明这位朋友，
老师说的很准的话，就是反馈一下。这个100%准了，我不说95%了。对，我感觉我们的公屏已经被数字占领了，全部在发数字。因为你是数字。对，全部在发数字。但是因为你数字嘛。我觉得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大家还是要关注我们的 WhatsApp， 在我们的 WhatsApp 里面去发送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信息。那当然了，现在导演说了，就是吧。第一个，大家想，比如说大家想抽，这个好像很多人都在说，大家你怎么在就老是都是对着公屏去讲。对。是因为我跟大家讲哈，是因为什么呢？我们在抽的过程之中，其实也在抽，没错。只是那边的话，我们名额有限，是。然后呢，它是一个全部的，我可以看到一个全部的信息，没错。然后呢，你在公屏上只是看到局部的信息，对。我开始就讲过，就数字能量对我来讲，它就是我的本能，就是我只要看到数字，我就可以马上就得到答案，就不需要通过时间的沉淀，我立刻就可以脱口而出。因为我对数字的能量的运用已经达到了，就是如何存心的，你再也不会见到第二个。对。然后呢，对数字能量可以到这种程度的人。对。因为现在呢，添加 WhatsApp 的人太多了，又爆了，我们4个号又爆到了。真的假的？对啊，然后所以我们更新了这个新的号码。所以大家想要学习课程，想要抽奖的同学，赶紧添加我们的新的号码啊！我想问一下我的粉丝哈，就是先生为什么每次直播的时候都能把哇塞加爆？但是为什么每次加爆以后，然是不值得你们停留，还是说这个灵魂拷问？对，还是说老师不值得你们买单？对。如果我已经可以把你批算的99.99%的正确率。我都没见过你，我知道你身高、体重、长相，或者你的财富格局，我还没见你看八字。假如说我见到你的人，又可以看到你的面相，看到你的数字、电话号码，对，又给你批八字，再用奇门遁甲，再给你算一下你的前世今生，那你觉得你的命运是不是少走一些弯路呢？没错啊，对吧？没声音吗？没声音了。对啊，先不用动这个东西，让我们后台检查一下。有没有声音？啊，有声音，可能是他们的这个耳机有问题。哎，我们现在多少人在线？现在有1300多人，是不是？我希望大家就是感谢大家，谢谢。我没想到我们人气这么高。对，我们就是大家闲聊嘛。对，他们都说听不到，没声音。我看一下我的手机。有声音是不是？我这边也没有，我这边信号也没有，我这个手机也没有。有的人有声音，有的人没声音啊。已经报名了悟道班，好的，谢谢你哈。感谢大家的支持啊，感谢。然后欢迎大家去添加我的 WhatsApp， 在我的 WhatsApp 里面，然后呢，你加了我的这个助理，然后的话，你有什么事情，其实实际上有了良好的这种沟通，同时的话，就是给老师哈，给先生做一波人气，可不可以？然后给我那个小星星刷起来，是吧？对，一直点那个小的这个小星星。对，然后的话，右下角的，然后再把那个关注给我点一点。没错。因为呢，我不知道国外的这个直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但是我可能就是点赞的越多，评论的越多，然后再转发的越多，以及什么关注的越多，那才是真正的帮助老师。是，如果你觉得老师这个讲的还好，确实可以给你带来帮助，那么给老师做一点贡献的话，就是免费的关注给老师点一下，好不好？对，点订阅，老师点小心心。道元老师太准了，所以爆了哦。那肯定嘛，对，必然的。然后有一些朋友问他说：“老师可不可以给一些好的银行卡密码？”我去，等下全部用你的银行卡密码。等一下去到哪里捡张卡，我试一下是不是道元老师的密码。我告诉你啊，数字改变命运的3部曲，想不想知道？想不想知道数字改变命运的3部曲？想的话在公屏上打个响。对，来大家打个响。2170，然后也是个离婚号。然后负债号。想要了解数字改变命运的3部曲啊，大家打个响字，对，打个响字在我们的公屏上面。道元老师很正气啊，
然后先夸一下，然后再想发一下自己啊，想知道。然后我告诉你，3部曲。第一步，改变你的电话号码，因为电话号码几乎是24小时陪伴着我们，各位。没错，因为我们图朗作为一个通讯工具，其实现在这个手机也是我们的，比如说你现在可能看我的直播，你看我的直播，这是公平，是不是？好，这是公平。如果你看我的直播，是不是也是有可能是通过手机来看的，对不对？没错。然后你查所有的资料，可能都是用手机，所以我们用手机的时间可能超过了16个小时。也如果你睡眠18个小时的话，可能你睁开眼，然后你是用手机，你闭上眼，那一刻也还在用手机。所以它对我们的影响是相当的大，密不可分的。所以数字改变第一步就是要换你的手机号码。如果你不懂的话，你也可以找我换。那我跟你讲，很贵，6位数。对，6位数。对，也就是一个，我们打个折也要8、9万。对。啊，我们就变成了5位数也要8、9万。对。但如果你去学习一门术数的话，其实它很便宜。对。那你就可以给自己换。没错。然后这个是数字改命的第一步就是换自己的手机号码。因为在手机号码里面，你可以知道吗？你可以布贵人。假如你没有贵人，你在手机里面就可以布贵人。假如你没有工作能力啊，你要布工作能力。假如你没有财运，你不财运。对，姻缘就不姻缘。对，假如你没姻缘，你可以布姻缘。你没有小孩，还可以在你的手机号码里面布怎么样生男孩生女孩。生男生女还可以布啊？那当然了。啊，这个能不能讲？不能讲。我还可以知道从手机号码知道你有没有掉头发。啊，这样子，有没有脱发都可以啊？对。那什么号码脱发？分享一下什么号码脱发？69。69。659 956。659 956是脱发的。158 851。158 851是脱发的。对。哇，这个有意思哦，可以看到谁脱发谁不脱发。哇，去太强了。哎呦，这是改运第一步，换手机号码。换手机号码。第二步，我跟大家讲，你知道干嘛吗？换银行卡密码。所以大家才问什么号码好，但是我不建议在直播说啊。如果有你一个，全部都用一样。比如说你用一个，哎呀，我记得轻声点是我的风格哈。就举例，你如果我其实我不想把声音说得很大哈。就是讲话，如果声音慢一点，我觉得它是我的。慢慢讲嘛，没关系。它属于我的。是你的节奏。那个能量就可能传递。对。但如果声音太大的话，我就感觉那个音频不会给我的粉丝们带来特别大的能量。所以就是慢慢讲，其实娓娓道来是我的风格。是，主要是我们讲的比较开心，起劲了。是。第二部曲就是改变你的年卡密码。你有的时候我们的赚了很多钱，但假如说你的密码是，比如说121212啦，121212是一个绝命磁场的话，那你就知道，你就只要卡里面有一笔钱，你就想花钱了。就是存不住钱。那个银行卡的这个密码的那个磁场在干扰着你，我要花钱，我要买，我要拼命，我要消费，我要出去玩，我要去找女朋友啊，我要干嘛？就那个号码的磁场就会就破财了，就会让你变成这样子。对。然后如果你的号码吉利的话，就会来一笔钱，又来一笔钱，又来一笔钱。每来一笔钱都存住，每来一笔钱都存住。对，我相信大家都很想知道吉利的银行卡密码是多少。第二步。对，第二步改银行卡密码。OK。来改银行卡密码。好，第三步。你说现在很少用钱啦，用电子货币。你电子货币你不要用，你不要按密码输入，你不要支付密码吗？对啊，4位6位你都要。你还是要支付密码的嘛，对不对？除非他刷人脸。是。除非人脸识别。哎，给我点个关注好不好？对。你能不能够让先生的直播，然后比如说我不要求多了嘛？有进步了，1400人了。刚才我们1400人是吧？对，1400多。那我们能不能干到2000人？大家转换一下，然后转化就是说，就是哎呀，你们去看一下数字，是能量学，然后听听道元先生的他的那个他是命理百科，没错，然后来看看，就因为他会在现场给你去算命。对，如果将来我们的条件就允许的话我可以在现场给大家去没错批算八字。对了，我们插播一条广告。
9月13号我们在马来西亚有见面会，大家其实赶紧报名我们超能力学院的线下见面会，也可以见到我们道元老师啊，也有现场这个互动的环节啦。比方说你们对于我们的数字感兴趣是吧？我们现场就提问，哎，道元老师，你今天心情很好，来帮我们解答一下我的问题。我其实批数字的话，我1分钟可以批2个了。对，30秒批1个。没错，对你来500人吗？是啊，来500人，我们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报名我们的线下见面会。对，来500人，然后呢，我给你批完，是，好不好？30秒1个啊，然后的话就是250分钟。哎，为什么搞个250啊？那就249分钟吧。好，你快一点嘛，是吧？对。就速度快。所以赶紧大家来，9月13号我们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会跟大家见面。哦，你看好多人说要去。对，我也会去啊，道元老师会去啊，然后风水也会去啊，然后法明也会去啊，大家都会能够在线下跟大家。二扣说香港有没有见面会？你真的问到了二扣，我8月16号就在香港有香港的粉丝见面会，对，属于我个人的专场见面会。8月16号，二扣欢迎您来啊！好，欢迎大家订阅道元观觉我们的频道，因为我们定期会在频道上面发布我们的这个活动信息，也会公布我们的这个老师的行程，是吧？我们即将要有什么活动啦，然后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内容。有一个2332，对你男孩子你睡不着觉，然后胡思乱想啊。这个不知道你是男的女的？233男的嘛，2332男的啊，那你就 Rex Lung。对，你胡思乱想，想太多了。想太多，对吧？然后喜欢到处跑，然后工作的话老是换。老是换工作。有人爱我怎么办？有谁爱你？CK 探，那不是很正常吗？我发现这1400多人，大部分都是爱你的。这老师在哪？你跟我助理联系二扣。哪老师我要去？你加 WhatsApp 嘛，加 WhatsApp 以后呢，就可以找到我们老师的助理啦，就可以跟我们助理沟通联系，然后进行一个这个交流了。其实如果你想老师经常开直播的话，就是你要给我一点点信心，也要给我们的经纪公司和我的导演信心。对，就是你要给我点关注。没错。哎，我听到有一个人说，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尾号是252，是不是？是不是这个数字吉利？252是什么意思？你知道我们其实因为WhatsApp每次都加爆，所以我们其实来不及选吉利的号，对啊，对，来不及选吉利的号。但是呢，就我的号肯定是最吉利的。对，来，我们来刷屏。就8331，就你这个已经用了很长时间了。然后如果比如说你是做贸易类的，那么这个号是可以的。那8331首先她也是一个美女。美女。对，就这位朋友啊，就她是个美女啊，做贸易 OK。对，如果她是做贸易的，可以带来很大的财富。但她如果不是做贸易的话，因为这个财富的话就太高，就承载不了。就她财务支出太高的话，她就会变成疾病。就形成转化不了了。它就变成疾病，就是说就是会因为呼吸道的这种疾病。就会有呼吸道这种疾病，我不知道年龄多大啊，但是8331就这样子。8331。对，因为我看了你几次，你一直在刷屏，大家都很热情，就被我看到了。我们的导演多发几遍我们的这个见面会的一个报名链接，因为我看到很多朋友问，哎，怎么报名啊？怎么见到老师啊？你报名我们这个3199问工作，我看到了。好啊。你找不到工作，因为你要求太高了。要求太高了。3199。对，你的要求太高了，太高了。就比如说你要求工资很高，要求这很高那很高，然后的话，你对工作也很挑剔，你对老板也很挑剔，然后的话，你与人相处，你对别人也很挑剔，然后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然后有位朋友，我看到他叫 Crystal， 他问见面会是几点钟？那我们的这个小编呢会把我们的这个链接发到我们的公屏，然后大家都看一下。老师好准确，你看他们回馈。是啊，就是很准的嘛，不用说了，不用质疑了。可不可以给一些好的银行卡密码？我觉得这个到时候大家报名我们的课程以后呢，我们老师会专门去讲银行卡密码。小雾3613渣男。什么3613渣男？小雾长得很帅。长得很帅。然后呢，兔子头像。每次都想谈两个恋爱。每次想脚踏两只船。对。小雾。是不是道元老师还有什么数字这个头像风水啊？这种微信头像当然也有啊。微信头像应该怎么换？有个人介绍。万物都可以是风水。对。万物都可以算。OK。因为我是风水百科全书嘛。对，因为很少有的老师是
就是他可能专一门，比如说他会八字，是，他就只会八字，超出八字以外的东西他就不会了。但是八字他只能解决一部分的问题，那别人不给你看八字怎么办？那别人不给你看八字的话，你就不会算命了。对啊。那如果别人不给你八字给你看，你都不会算命，那你还是称之为一个算命师吗？小吴说确实帅，他说确实帅。请问你有没有道元老师帅啊？小吴，你有道元老师帅吗？他比我高，他可能他的身高在1.78米到1.79米，1.78、1.76米在1.76米在1.79米之间。哦，就是1.76米到1.79米之间。小吴，哇，这么精准啊！对，道元老师解读数字太准确了。Kevin 啊，他们想问第三步，对，我们讲了2步，第一步是号码，第2步是这个银行卡密码，第3步什么？第3步，你各位想一下，什么跟我们相关呢？跟我们生活相关呢？什么跟我们相关了？车牌。对了。哦，我真的猜对了。第3个，这是车牌吗？就是你的车牌号了。OK， 车牌号啊。对，每个人都有车啊，车牌号是多少？举例，有的车牌号就喜欢停到夜总会。啊，那。这不是凯迪拉克玉皇大帝吗？这种是他的那个数字，他的那个哇车牌号。刚才那个小吴说他真的是1.78.8 cm 哦，对是吗？啊，这个我觉得段老师太厉害了。我说1.76米到1.79米之间，我开始说1.78米，但是我是说后来它是1.76米到1.79米之间。哇，厉害！就凭借4个数字就已经判断出来那么多信息了。所以为什么你知道吗？每次老师的账号都家暴，但是你知道吗？道元老师是3个老师里面，3个导师里面最低调的啊，不是最低调的，就是最帅的那个，就是业绩最低调的啊，业绩。对 ，OK， 好，我们讲第3步车牌啊，我们怎么样看车牌号？因为有的车牌是3位嘛，4位嘛，所以大家不买课也没关系，大家要给我点关注，好不好？支持订阅，然后点小红心啊，对，因为我觉得，我3位老师我都有接触了，但是我觉得道元老师其实是最低调的，就是不怎么喜欢想表达自己吧，是吧？但是绝对有料啊，大家现场体验都会知道。OK， 那我们再提醒一下，还有5分钟进行我们今天最后一个抽奖名额，所以大家赶紧去关注我们的 WhatsApp， 发自己的这个号码过来。最后一个名额，希望大家能够抽到，好吗？9点半我们抽我们第3位。好 ，OK， 老师很可爱啊，老师很可爱，对，哇，这个一直在刷啊，这个屏幕都看不过来。9809，车牌后还好不好？然后的话，你就容易你开这个车的话，然后容易跟别人爆粗口啊！你怎么这么开车的啊？你怎么能这样？路怒症。对。哎，那在这里面有哪些车牌容易出交通意外啊？能不能跟大家？我跟你讲，就是绝命的啦，无轨的啦。对，能不能给出一组数字，我们也发给这个我们的这个朋友？主要是绝命市场。多少？比如说，比如说730啊211啊。对，你像这样9898，刚刚那也容易出车祸。9898也不行。对啊。容易去酒吧，不是去车祸。对啊，9779，然后他车子容易被别人撞。9779啊，容易被别人撞，对啊，730 211 9898 9779啊，容易出交通意外啊，被别人撞啊，或者是自己有些危险。OK。哇，数字太多！老师刚刚说0尾数不好吗？8380啊，8380，我跟你讲，你经常被渣男骗。哇，Molly 是吧？是 Molly。对，8380的话经常被渣男骗，然后只有恋爱，只开花不结果，只谈然后没有下文，只体验，没后续。这个我告诉你就被风水带坏了。没有，就是希望我提醒一下我们直播间1400多号人，不要欺负我们的 Molly 这位朋友，对吧？你看别人都说只要好伴会问问题，对啊，就是大家不要欺负 Molly， 明知道人家就是恋爱脑，你还要去撩人家，这个不道德是吧？要帮助他，保护起来。我们的粉丝我们都要保护的，多点赞和小红心关注。6763，你要我看吗？6763就是很懒。什么6763？
很懒，Fanny 菜喜欢到，也许人家就是富二代躺平了。对，我就很懒，我没有说他其他的，就会很懒，然后也懒。我从笑容当中就听出来了，就是很懒。希望那个 Fanny 也给我们反馈一下，蔡小姐是不是真的是有点懒呢？啊，我们也很好奇，大家反正也不认识。9.35是好男朋友吗？9.35是不要说话。对，老师是否读过很多古文学？在节目中已感觉他很有文化底子。这个问题我替你回答。对，就是传山先生嫡传的后人。就是我基本上中国的哲学史、西方的哲学史、世界史部哲学史。对。然后的话就是博古通今了。我其实没有，就是中国儒释道的所有的经典，我都读了，都读完了。都是在我心中。没错。我记得我有一次讲课啊，讲了2天1夜，然后的话我讲了107部还是108部这个。哇，有人问道元老师结婚了吗？道元老师单身有后。单身有后，单身有，但是有后代了啊，单身有后。OK， 听不明白，不管他了，听不明白，太多了。听不明白要悟。对，然后老师有课程叫开悟课，你可以去听开悟课哈。如果大家报了这个老师的开悟课还不懂的话，去风水的频道买悟道德是吧？也可以悟。都是悟。我生气了。不会，开玩笑，都是我们的老师，都是我们的 IP。我生气了。一定要先买这个道元老师的课。我告诉你，本来我已经很低调了，然后你还要让我再低调一点吗？没有，先买你。上一次我跟你讲，我跟法明打广告，才有的法明3个月的业绩，知道吧？这里不谈业绩啊。不要谈。哎呀，别人他不是每个人的隐私。他们已经开始报了开悟课了。你看眼君，你看他已经成交了。老师很高智慧啊，老师儿女都读大学了。有个人了解你底细，我女儿都读大学了。你知道，这就我铁粉了。铁粉。可能是认识你的，也有可能。不，绝对是铁粉，都知道你读大学，绝对是铁粉。好一句单身有后，我学到了。LCT11 OK， 离婚发问，他说你离婚。不一定是离婚哦。只要坏要打。我已经天天被风水啊，被道元啊，被法明啊，我已经习惯了，没事的。为了大家的看节目精彩。好，这个也很就是想问师傅，是不是灵性敏感？有修行人通常亲情缘薄，然后的话财运不好，伴侣缘差，是这样的吧？对，其实你看我吧，我就是修行人，对不对？我也没有6情缘浅，对，我也有后，而且我还富贵吉祥。对啊，对不对？不存在。而且我也修行，知道？你看我年龄比风水大得多，你知道吧？但是他在我面前，哎呀，太老了。我移情别恋，喜欢道元，忘了风水。来截图一下，来发个风水。然后我先拍个照片，我发个风水。现在我拍个照片啊。妈，我告诉你哈。就是有这一句啊，我今天直播就这一句话值得。对，你们都不要买老师的课程，对，也不要给我点关注，刷起来这句，然后把这句截图，我要发朋友圈。没错。我要发朋友圈，大家刷屏啊！我移情别恋，对，就是喜欢道元，忘了风水。OK，好，那现在到了我们的9:30了，我们也让道元老师抽出我们今天的第3位幸运观众，好不好？我们的这个导演准备一下，准备好了吗？可以开始了吗 ？OK，道元老师开始吧。目前单身8045，我跟你讲，那个你赶快检查银行卡余额。8045银行卡，这个银行卡余额告急了啊！对，好，来准备抽奖吧，准备，来吧，老师说开始就可以了。好，来开始。好多号码，填。哇，这个是谁？小晴啊，这位朋友叫小晴。哇，这个号码有点特别。哎呀，对，但是我为了保护大家隐私，我们不会念号码。我不会念号码啊。这个号码呢，我看了以后我有点小揪心啊。不管你年龄多大，就小晴应该是年龄不大了哈。对。内耗很严重。
知道吧？内耗严重。然后呢，这个号是暂时没有工作的号，或者是说你的工作不顺心，然后的话，在辞职和换工作这个状态之中，还有就是失业，就这个号码的就是特别不好，特别不好，特别不好，赶紧换吧。对，要换。对，小秦这位朋友有在吗？幸好里面有一个优势，有个生气，就是说他还是。就是比如说他不好的时候，然后他还是会想好的方面，他还会自我调节，对，自我调节。但是这个号码是入不敷出，就是你曾经的努力、拼搏、工作，最后的造成的状态就是一个入不敷出的状态。也就是说，他们号码没有办法存到钱，也没有办法啥。老师，看上去年轻，至少比风水。先不要解读那个，年轻5岁。先，往下，他就想看那个年轻比风水年轻5岁那一个去，哎，跑不见了。那他给我截图吧。在这里，我帮你拍照，来帮你拍照。小秦，其实我比他年轻10岁。如果你没看本人啊，如果你到马来西亚来看，对，赶紧来我们线下见面会吧，快点吧。我跟你讲哈，就是我修行这么多年，我从来不在意自己的长相、容貌，但是现在他们告诉我说。你要出道，先生，你出名了。对，要出道了。我说我哪里出名？我说本身在国内我就是风水第一人了。我跟你讲啊，现在在国内是风水第一人。为什么是第一人？因为我收会没有人比我会。因为我做的风水没有人比我好。没错。因为我做的风水没有人比我有效果。对，这就是为什么携程在国内是最贵。但我从来不去标榜啊，不去标榜。对。然后。因为懂的都懂，因为互联网说，因为说在我们的 YouTube 和今天的 FB 然后他们跟我说今天可以标榜，那我就标榜一下。有的时候你知道吗？你太低调，人家觉得你没有实力，那就不好了，是不是？有时候谦虚，太谦虚了，对不对？人家觉得，这个老师有点假是不是没有实力？太谦虚了，有点假。对，所以为什么今天我要在线直接马上给你们 PK 拼命里有铁口直断，就来告诉你，低调并不代表没有实力。其实如果愿意的，如果让我真的讲的话，其实我就讲道就好了。是，对，因为道才是最关键的，因为术其实都是小道。再回过头来，其实我在国内是很出名了，可是在国外好像不太出名啊，因为大家不认识。刚刚开始嘛，我们现在。但是我的经纪人这样只要跟我讲，包括我的经纪人都跟我讲，小鱼也跟我讲，老师你在外面火了，你知道吗？我说真的有火吗？我说哪有火？他说真的火了，你不信的话，你看这场直播会来很多人。我看一下有多少人了，1500人了，是不是啊？看。然后，他就告诉我，对，挺多人留言的。对，老师破纪录了。老师你要注意形象管理了。我觉得其实原来我觉得我还挺年轻的，为什么要形象管理？然后开始，后来我就觉得，好吧，我要形象管理了。所以你知道吗？我要开始健身，对，我觉得原来打高尔夫的时候，我一个星期打1次，他现在我一个星期要打2次，然后另外的话，我破天荒的，我开始用面膜了，用面膜了，好，我们不要为面膜打广告啊，我没收钱，没收钱，所以我为什么这样？我就为了9月13号在马来西亚你见我的时候，然后看到风水。比道阳老师老10岁，他怎么这么苍老？他两边那个额角如果不涂那个美发的那个美黑的那个，就是他已经 M 型了。我很期待大家见面会就是你就修行人难道把头发也修没了吗？对，这个问题留着问他。所以你知道吗？所以我现在开始保养，9月13号，对吧？最起码让他。就是年轻，我年轻10岁，还要告诉你也是天师道，他也天师道，但我是骡子背，他如果不后面偷偷的生了一个背，他见我要见师伯。好，反正这个对，这是告诉你们的秘密，这是小秘密。这个，我觉得都没问题。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家希望多报名我们9月13号的线下见面会，好不好？然后的话，大家觉得道元老师可爱，觉得风水师兄风趣，觉得法明老师这个看天眼可以看到很多东西，你们就来吧，是吧？那现场我们一次性满足你们所有的要求。对啊，然后道元老师已经很帅了，对吧？已经非常非常帅了，也非常期待了。对，但是我们本场直播呢，时间也差不多了
好啊。对，我们在最后再呼吁一下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道元老师的这个 WhatsApp， 然后关注我们的 WhatsApp 以后呢，可以发送自己的问题，然后还有关注我们的官方的这个 FB， 就是我们的 Facebook， 也要关注我们道元关节的这个官方 FB。然后我们会经常在上面。8060，你先不要问工作。8060，如果是你是女孩子的话，你先跟老师讲一下，你为什么要跟老公分居，或者是你跟老公不同房。Annie O 小姐。对，然后再讲工作的事，好吗？好，那如果说大家还有什么任何的疑问，请在我们的频道或者说在我们的 WhatsApp 进行一个留言。是的，是的。对，我们本期的直播真的很开心。暴露了什么？那上面暴露什么？暴露什么？暴露了风水大师的年龄，原来那么年轻看不出来。那么法明老师呢？算了，人家的隐私啊，我们就不要互爆了啊。因为我再预告一下，明天晚上风水直播，我们会在风水说道直播。后天晚上法明直播，我们会在法明零距离直播。我跟你讲，对，我发现你好偏心哦。没有啊。各位粉丝啊，有没有在风水频道里面，然后为道元打广告的？听过，有吗？听过，有啊，开玩笑了，其实我们是一家人。对，之前一直对风水专业，遇到先生以后疫情了，哇，好多人都疫情了，怎么办？对，赶紧截图发给风水 ，OK。不是，他明天就会说。我以公司里面的元老来要求公司对封杀，对道元老师进行封杀，我已经感觉到我有很大的危机，是吧 ？OK， 对吧 ？OK， 没事的，我相信应该不会，老师爱你，谢谢。对，谢谢大家的支持，感谢大家的关注。其实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不分啊，原谅你。没可能的，严军我都认识你，我都知道你是老粉丝了。OK， 感谢你的支持，感谢。好，那我们本期的直播非常开心，然后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我们下一场直播再见。所以我期待啊，对，比如说马来西亚再见啊，马来西亚再见。然后我期待，其实实际上呢，我以后的更多的直播形式，比如说今天我们在公屏上刷出了你们的手机号码，然后下次比如说我们在公屏中刷出你们的命理，然后呢我们挑一个，我想刷出照片的，照片也可以，刷出你们的照片，让我们看一下 ，OK。好了，好，我们下期直播再见，拜拜。